你真的甘心回到小县城啊？姐想过了，姐给你买套别墅，你把你爸妈接过去，上都的医疗条件更好。一套别墅，这价码我一时半会儿可还不清。怕什么？慢慢还。只是在这段时间里，你就是我的人了。多谢姐的好意，我妈爸这一辈子都在县城里，这就是他们的根，哪儿都不去了。有事情电话。这虽然不在姐的地盘里，但和你们市局还算熟悉，在你们这儿，多少能说得上话。让他欠人情，这可不容易。他，你认识？就一起吃过饭，走了。我倒忘了，这是你地盘，龙回大海，倒是我多虑了。我准备到了。行，你办完事儿了，直接来2楼找我。嗯。你爸怎么样了？还好，我妈搀扶着能下地走走了。啊，没事儿，慢慢养，以后会越来越好的。昨晚没睡好吗？直播打 PK 了，说起这事儿我就来气，差一点我就赢了，结果那老女人真不要脸，跳舞的时候故意换了一件低胸装，她有什么了不起的？你小点声，公共场合小点声。哟，咱们县城什么时候多了2位美女？没见过啊！这不刚放假吗？没准是大学生刚回来。2位美女办执照啊？对，我叫孙浩，县城里做建材生意的。我爸孙保国跟城建局王副局长吃过饭，关系很铁。你们办什么店？我帮你们打个招呼，省得跑冤枉路。谢谢，不用了，我们能办。不用客气，我也是自己创业的，知道办个证有多麻烦，有时候跑断腿都办不下来。我们说了不用，你听不懂人话。我好心好意，你什么态度？说了不用，还像狗皮膏药一样赖着不走，这叫好心好意？行，既然你们这么有本事，那就自己去办。不过你们今天怕是办不了，我事情多，怕是得办上1天才行。走吧，文静，我们明天就来办理。气死我了！不就有几个臭钱吗？有什么了不起？想泡我家小雨，也不撒泡尿照照镜子。前面还有3个人，要不要？你他妈谁呀？这里有你什么事情？进到1号窗口。这谁呀？敢跟孙浩顶嘴？外地来的吧？不知道孙浩什么来头。嘘，别说了，看戏。你说的对，这里确实没我事，我这就走。还以为多硬气呢，原来是个怂货。这号人我见多了，装完就跑，实际上什么料都没有。检查到宿主的善举，成功激活助人为乐系统。助人为乐，这年头过好自己小日子就不错了，还助人为乐。丁，检测到帮助请求，目标任务：陈小雨。任务内容：帮助陈小雨完成营业执照的办理。任务奖励5万整，积分5点。5万块钱，谈钱多俗气，乐于助人可是我们的优良传统。38号都没叫，怎么就到46号了？机器出错了，我有什么办法？小周，我这业务要办挺久的吧？我估计得到下班，我也怪不好意思的。中午跟我去吃海鲜，职业所在，劳烦浩哥你费心了。是你个王八蛋从中作梗，拿着一堆号霸占窗口，你还要不要脸？是我又怎么样？我今天就坐这儿了，你们这执照办不成。要不我帮你们叫个车，省得一会儿还得自己走出去。机器出错了，那人总不能出错吧？还是说你连号数都分不清？这不得不让我怀疑，你是不是走后门进来的？又是你！存心和我作对，这位先生，人家孙总是我们县的纳税大户，有快速通道。快速通道应该有专门的窗口吧？这是普通窗口，大家都排着队，凭什么他插队？还是说你们这儿的规矩是可以随便开的？你能怎么着？我告诉你，在这大厅里，我想在哪儿办就在哪儿办，只要我不高兴，他们俩今天这执照别想拿到手，你信不信？行，那我去找个能办的地方。找个能办的？你以为你是谁啊？城建局王副局长是你爸呀？王副局长不是我爸，但城建局规划组股长是我儿子。陆股长是你儿子？你穿成这样在这里排队，你跟我说陆股长是你儿子？
牛逼，真他妈牛逼！我见过装的，没见过你这么能装的。这人挺好，就是这牛吹的太大了，别给自己惹上麻烦了。谢谢你帮我们说话，不过这事我们自己来就好，你别被牵连了。放心，小事儿。装，接着装。行，我就在这儿等着你打电话把陆股长叫来。哟，巧了，陆股长真来了！来来来，你不是说陆股长是你儿子吗？喊啊，你倒是喊一声让我听听啊！完了，这人吹牛撞枪口上了。怎么着，哑巴了？刚才不是挺能说的吗？城建局规划股股长是你儿子，这话我可记得清清楚楚。陆股长就站那儿呢，你认不认识？搞个营业执照怎么搞那么久？没办法，孙少有急事情，咱们县的纳税大户呢，我可不能耽误人家。孙少，小孙，陆股长，你叫我小孙就好。他真的认识领导。小周，专窗是设备出问题了，还是人手不够？怎么这么重要的纳税户做到普通窗口来了？你回头给我打个报告，看看是不是咱们的服务流程需要优化一下。陆股长，我是机器出错了。小周，机器出错了，那赶紧叫人来修一修。要是干不了就换一换，这点权限我还是有的嘛。陆股长，好了。38号，你看，就算机器出错了，拍一拍还是能用的嘛，是吧？对，我这就帮你办理。实在抱歉，我这里还有点事情，就不能带你到专窗了，不劳烦了，不劳烦，我知道怎么走。刚才真是太谢谢你们了，要不是你们帮忙，我们今天肯定办不成。对，尤其是你，帅哥，刚才吹牛说领导是你儿子，我还以为你要翻车了呢，没想到是真佛啊！回去按回芝山上的时间来拿执照就行，以后办事遇到什么麻烦可以按程序来，不用怕这些人。我记住了，那我们先走了，再次谢谢你们。你他妈叫爸爸，还想不想吃饭了？助人为乐任务完成，帮助陈小雨完成营业执照办理。还真给，想什么呢？没什么，突然觉得助人为乐确实是传统美德，所以你是知道他家的情况，特意仗义出手呢？知道他？咱们县刚毕业的大学生，我能不知道吗？人很孝顺，半年前他爸中风，生活不便，他毕业后就果断留在县里照顾了，不容易。叔的情况还好吗？老年痴呆，时而清醒，时而迷糊，就那样吧。走吧，吃饭，给你接风洗尘。这就是你说的大餐。今天市里有领导下来视察，饭堂特意加了菜，别人想吃还吃不到呢。这玩意儿万把块啊，你买这个干嘛？我用不到啊。给苏晴的。哎呦我操，你小子终于开窍了！我跟你说，苏晴现在是真的漂亮，女大18变，根本让人联想不到以前那个小胖妹。我爸病后，她一直在照顾我爸妈，你别说你不知道。所以我让你抓紧。王局，你今天也在这儿吃？领导都来了，当然要陪着才行。这位是？我发小，刚从外地回来，打算在县里做点小生意。王局，做什么生意？还没想好，可能开个火锅店。哦，小陆，那这事儿就交给你了。您放心。行，你们先吃，我那边还有人等着。检测到帮助请求，目标人物王局长，任务内容帮助王局长解决当前忧愁，直火广宁县产业困局，任务奖励现金200万，积分200点。也是，这可是局长的事情，应该有这个价。这位王局长看上去有点忧愁啊。咱县那个宏大鞋业你知道吧？以前也算是咱们县城的门面，但1年前倒了，还拖欠了工人几个月的工资。现在县里根本拿不出什么产业，就剩下那几个半死不活的老厂，你说能不忧愁吗？我说，你决定要做火锅，暂定吧，先看看市场。牧野，苏晴，你比朋友圈里帅多了。
你变化也挺大，比以前漂亮多了。出去几年，嘴倒是学会哄人了。小晴是谁啊？阿姨，阿姨，牧野回来了。小野，妈，不是说下午到吗？本来是下午到，不过一个朋友有空，送了一程。小野，他都回来了，你还打什么？叔叔，一天到晚不着家，跟外头那帮狐朋狗友鬼混，让你找个正经生意，你不听。我让你去厂里学门手艺，你跑去打架，现在还有脸回来？叔叔，你别激动，牧野已经不是以前那样了。不是以前那样，他从小就这个德行，嘴里没一句实话，惹事儿倒是一把好手。你妈天天替你提心吊胆，你倒好，在外头逞威风，你能耐呀你？爸，小野，是我回来了。你别往心里去，你爸他是把你当成以前的你了。爸一直这样吗？有时候人是认得的，可记忆总停在以前，尤其是那些让他操心的事，他记得最牢。你年轻时候不懂事，那几年他嘴上骂得凶，心里其实比谁都惦记。叔叔前几次犯糊涂，也总念叨你。有时候说你小时候不省心，有时候说你出去以后不肯回家。他其实一直记着你。你爸这个人一辈子嘴硬，他清醒的时候也总说你不争气，说你混。可你真几年不回来，他又天天念。人好不容易回来了，咱们就不说这些了。我去把菜再热热。不用不用，今天已经够麻烦你了。小晴，你先回去歇会儿吧，剩下交给我就行。好。这些日子谢了。你跟我还说这些？该说。真觉得该说，回头请我吃顿饭。行。我听你妈说了，爸不是。抽一根。这次回来还走不走？不走了。是爸连累了你，要不是我，你也不用往回跑。外头也闯累了，还是家里舒坦。回来能吃上一口热饭，心里踏实。我打算在县里开个店，做点正经营生意。不走了。东西还真不少。可治愈一切已知疾病，老年痴呆也能治。可治愈。1000积分，可以用现金兑换积分吗？乐于助人，对，乐于助人。不过，得先把店开起来再说。系统，兑换黄金之眼。黄色代表地段一般，银色代表地段还行。金色代表地段很好，金店还有不赚钱的地点。紫气，紫气，红的发紫。这家店正好压在2条街的交叉口，一头连着主街，一头通着居民区，斜对面还有停车位，旁边不远就是商场入口，确实是个好位置。秦老板，今天这事儿你总得给个说法吧？你们冒充租户，打电话把我骗来，就为了堵我？少说废话，还钱！钱我没有，
但我可以把这家店给你。底店，底店，你当这是几年前？就你这破店也值100万？店不值钱，但人嘛。秦老板，没钱的话，也不是不能拿别的东西来换。既然你们不是来租店的，那我们没什么好谈的了。你想干什么？请你马上离开，不然我报警了。报，有能耐你就报。你老公把钱卷走了，就这一条，我就可以告你恶意转移资产财产，把你送进去。我记得你有个女儿吧？你要是进去了，她可怎么办？老板在吗？你他妈谁啊？你是老板，我是你大爷。既然你不是老板，那我是谁？应该和你没关系。我是，请问你是？这铺子卖不卖？铺子卖，我们到门口去说。兄弟，你看不到我这正谈事儿，总该分个先来后到吧？老板跟谁谈，应该是他的自由吧？小子，你说要买铺子是吧？100万，这女人刚刚把铺子押给我了。我没有。那你卖不卖？你真要？真要。我卖。100万是吧？卡号给我。100万？有问题？没有。兄弟，你傻逼吧？这铺子值100万？不值吗？小子，你认真的？我做事说一不二。你的卡号？到了。那这铺子归我了。把欠条拿来，我现在就还你。本金是100万，利息可还在滚，还差30万。对啊，拖了这么久，哪有只还本金的道理？真当我们今天白跑一趟？这笔钱借了不到1年，利息就30万，本金100万，就按现在民间代代受保护的上限算，1年期 LPR 4倍，现在1年期 LPR 是3%，4倍就是12%，30万。你这已经不是利息了，这是高利贷，借条上的利息我不认。这女人不是花瓶。你今天要是还想拿这笔账压我，我就报警，看看到底是我欠债不还，还是你放高利贷借机讹人。你他妈污蔑了老子！兄弟，你确定要为了个女人多管闲事？我没兴趣，但打可以，出外面去打，砸坏了店里的东西得赔。小子，今天这事儿我记住了，以后最好别落我手里。慢走不送。刨去掉找陆荣借了10万和手机上借了10万，明面上我还赚了10万。但考虑到这铺子的实际价值，我还亏了。不过最重要的是我得到了这30点积分。刚刚的事情真的是谢谢你了。我买你卖，合情合理，不用说谢谢。对，手续，你既然买了这家店，那就得尽快把手续办了。房本、身份证复印件，还有一些转让要用的资料都在我家里。你要是方便的话，现在就跟我去拿，拿完我们直接去办手续。那我叫个车。看样子是怕我反悔。家里有点乱，你不要介意。没事。妈妈，小满自己在家乖不乖啊？妈妈，他是谁呀？他是……叔叔是警察，来抓不听妈妈话的小孩。小满很乖的。家里有点乱，你别介意。没事，我在门外等就好。好。正常人谁会100万拿下那家店？任谁都知道那铺子根本不值这个价。这种老旧的小区是为了逃债才搬这里来的吗？还是说原来的房子已经卖了还债？不好意思，证件不知道在哪儿了，可能得找找。没事，我可以等。要不你还是进来等吧，喝口水。好。小满呢？我让他去睡觉了。行，那你去找证件吧，我坐这里等。不喜欢这套，难道他喜欢更直接一点的？好，你等等。这套可以吗？你不必这样，
是觉得小满在不方便吗？不是，这套也不喜欢，那你喜欢哪套？我喜欢。不好意思，我觉得这个选择更好。原来他是想拿证件。收拾一下，登记中心这个时候应该还没下班，我先过去等你。我不是那个意思，那铺子是你的，那间铺子最多只值70万。它值多少，我说了算。就这么走了。后续流程走完，产权信息会更新。这是回执，拿好。你真要买那间铺子？你真当我钱多的没地方花？有点。行，手续都办妥了，你还有什么事儿吗？没有了。那行，就这样吧，我先走了。留个电话吧，万一有什么问题，你可以找我。不必了。等等，怎么？你这么着急离开，我就真的一点魅力都没有吗？其实我比较喜欢第一套，黑色的那套。喜欢黑色。穆少最近发了啊，刚买了一间铺子，今天又买车，打算买什么车？宝马还是奔驰？只要你再借我点钱。不是，你一下子把家底儿都砸进去，买那么大的店面，就这么确定自己能赚钱？我说，我被一只无形的大手驱使着买了下来，你信吗？说正经的，装修那铺面可需要不少钱，还有人工、材料杂七杂八的费用，你还能掏得出来？贷款，那是系统选的位置，就算生意做得再差，那也一定能够赚回来。这台凯美瑞怎么样？22年，6万公里，原版原漆，代步首选。你觉得呢？我想找辆 SUV 车型的，空间大点，送我爸去复健的时候坐的也舒服点。SUV 是吧？有，你想要什么车型都有。向您请教一下，我们来这二手市场干什么？不是您说要打通关系，拿到扶持政策吗？我们是外来户，没有引荐人，门路哪里那么容易找？那些人大钱不敢收，有的东西有钱也不敢买，那怎么打通门路？王叔，你说该怎么打通门路？无可奉告。切，什么无可奉告？不懂我就跟你说。你说，举个例子，那些人不敢收不敢买是为什么？不就是担心被知道喽？那我们可以这样，买个200万的车，然后5万挂二手市场，这个价格不高，他们的固定工资能买得起。经检测到帮助请求，目标人物顾明川人物身份，省商业巨头拿到优惠政策，现金签100万整。100积分。那2个人，老板认识？不认识，今早来的，说是借我这地方卖车，没细聊。现在年轻人说是想在咱们市里办个厂子，来的时候还问我有没有什么门路，拿到什么优惠政策。这不是扯淡吗？我要是有那能耐，我卖什么二手车呀？干嘛去？赚钱装修费？什么意思？字面上的意思。不过新车直接挂二手，太假了，傻子都能看出有问题。不错，继续。如果我是送礼的人，我就选这辆。车虽然不算，但怎么都有200-300万，而且这样中间等于又转了一手，看着就正常多了，也更安全。小说里不都这么写？您倒是学以致用。那是，我这车10有8九会被人盯上，只要有人来买，我就试探2句。要是对方真是拿去送礼，嘿嘿，你说我这法子是不是比四处碰壁强？提醒您的筹码已经超过500了，这已经踩红线了。踩红线？说好的限额500万，用自己的实力开场赚钱，看谁赚得多，除此之外没有其他限制。你说这车是不是我的？是不是我实力的一部分？怎么就踩红线了？2位有没有兴趣来我们这里开厂？你谁啊？我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想要的政策我能给你。你哪个区的？广宁县招商局的，不是市里。我还当是市里的，一个县城能有什么像样的政策？就算有，力度又能大到哪儿去？县城厂房不用新建，租金减半，就业补贴，税收减免。多少？租金减半，税收减免？对，这是市里对县里的经济扶持政策，这个力度你在市里绝对拿不到。真的？不好意思，我们这边有点急事，得先商量一下。你先给我解释解释，什么叫我们是广宁县招商局的？你不就是？我他妈是，可跟你有什么关系？
还有你刚才那套政策，什么租金减半、税收减免，我怎么从来没听过？没听过就对了，现编的。什么玩意儿？你再说一遍。现编的。你疯了吧？打算回来准备开店前，我翻过县里的政策。我刚才说的这些，真要往上谈也不是办不到。以王局长的权限，走动走动，拿下来应该不难。不难个比比。是，王局现在确实在为招商引资发愁，但真有人来投资的话，他也犯怵。什么意思？当初为了让宏大鞋业你落到咱们县，王局在政策上做了不少倾斜。结果呢？厂子倒了，工资拖了，最后扔下一个烂摊子。这事儿直接成了王局仕途上的一个黑点。后来王局又找过几个厂，结果扶持政策一过，那几个厂转头就搬去了别的县市。所以现在对王局来说，他不缺项目，他缺的是一个真能在广宁县扎根、真能把经济带起来的好项目。王局长今年55了吧？不是，我跟你说了半天，你到底有没有听进去？有一点。我操！谈完了，谈完了，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想要拿到我说的政策，有条件。说收费50万。懂，我懂，打点关系是吧？50万没问题，但前提你真能把你刚才的政策给我拿下来。那留个电话，晚点联系你。老实跟我讲，这些年你在外面到底干什么？搞诈骗50万，张口就50万，到口袋里才叫50万。所以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当然是去找王局，你得帮我引荐一下。滚蛋！万一搞砸了，我前途就没了。这事情没得商量。我觉得您没必要把这件事儿太放在心上。万一呢？来这里不就是冲着这扶持政策来的？正常招商流程那点东西，500万砸进去，怕是连个水花都看不见。那我还怎么赢？您似乎对自己挺有信心。有个屁的信心，只要别垫底就行，不然这家产我1毛都分不到。我真是操了，我果然不该带他来。这事儿太大了，我得再想想。你们先回去吧。好，王局，那我们就不打扰您了。还有事情？我们是认真的。哼，那几个开发商一开始也是这么说的，可结果呢，实际落地的项目没几个，落地的没2年就跑了。所以，您需要一个真正的项目，能将这些失败的投资盖过去的项目。我凭什么相信你？1000万。多少？1000万？1000万注册资金到账，这边马上开始运作。王叔，我们走。1000万，你大爷，张口就来！我像那种傻逼富二代吗？人走了，我看见了。你他妈，人我带你见了，你玩我是吧？那能怎么办？抢吗？500万，我只有这么多。车子至少200万，剩下的300万以顾少您的身份，银行应该会批。你知道我？昨天我一见到顾少就惊为天人，身上那种非富即贵的气质，定然是某个大家族出来的。哎呦，你眼力够毒辣呀，有点东西。主要是顾少太过于显眼，不注意都不行。这种不要钱的屁话就不用说了。我问你，这1000万到账，马上运作？您是生意人，这天下哪有100%的买卖？不过谈不成，我个人赔您100万。好，钱明天到。但谈不来，你就完了。您这决定会不会草率点儿？大的收益往往伴随大的风险。他既然敢这么说，那就有一定的把握，王叔。而且，我现在还有得选吗？还有时间去耽搁吗？叔，孤注一掷的魄力吗？藏拙。而且，就算谈不成，钱我们也可以收回来，不是吗？还能白赚100万，怎么找都不配。我操，我怎么会那么聪明？王叔心里对我的评价应该会提高吧？然后在爸那边美言几句，妙啊！哎。还是保持原有的评价吧，或许可以再减一点。没想到你竟然会拍马屁，说几句话50万到手，换你拍不拍？那这算谈成了吗？一半吧。一半？剩下的那一半呢？你去谈？我去谈？让你去王局长那里露脸。露脸？露腚钩子差不多，还露脸？反正你已经露了，不是吗？走，去哪儿？银行。拿钱跑路。小晴，晚上有空吗？新开的那家法餐厅不错，我定了位置。赵先生，我说过了，请不要叫我小晴，我们不熟。多见几次不就熟了？你总得给个机会嘛。赵先生，你的钱已经存好了。那你再帮我把钱取出来。不好意思，我已经下班了，请你找其他人办理业务吧。哎，小晴，你去哪儿？我送送你。不用了，我男朋友会送我。有点不凑巧，看样子已经下班了。
你们还挺准时。你提前打了招呼？没有。你这是？小晴，这就是你男朋友？没错，我男朋友牧野，赵先生，我之前就跟你说过我有对象了，现在你信了吧？你好，男朋友？小晴，你就算想拒绝我，也不用随便拉个人来演吧？我没那么闲。这位兄弟看着面生，在咱们县哪个单位？不方便说。是不方便，还是说不出头？不方便解释。好，你不方便，我方便。赵天明，认识一下。不方便认识。好，很好。牧野是吧？很有种。希望你一直能这么有种。小晴，我改天再来找你。怎么会有这么不要脸的人？气死我了！他气你，你掐他，你掐我干什么？那个，对不起，刚才情况紧急，我……没事。话说你怎么来了？你们继续，不用管我。你也来了？哦，我知道了，我多余的。你们两个有事？来贷款。怎么了？这小子盘了个铺子，现在需要钱装修。原来这样。需要多少？30万左右吧。30万，以你的情况有些困难，所以我带他来了。操，这和我有什么关系？你有稳定工作，公积金正常缴纳，征信良好，审批通过率高，你来贷，我担保。你他妈算的倒是清楚。行，我帮你们走流程，尽量加快。给我查个人，刚从外地回来，叫牧野，我要知道他家里什么情况，住哪儿，靠什么活。敢和我抢人，我倒要看看他有多硬。陆先生，正式编制，公积金正常，征信没问题。贷款用途是装修。营业执照呢？还没下来，手续在走。那经营贷办不了，给他走个人消费贷。晴姐，个人消费贷最多20万。那就20万。可他这是店面装修。谁说的？他就是想装修自己住的地方，对吧？对，我自己住。行，那我重新录。这也行。你闭嘴。20万，3年。陆先生主贷，穆先生共同还款，没问题吧？没有。200多平，还是上下2层。那得多少钱？100万。100万？你把家底都砸进去了？别看我，这事儿跟我没关系。这小子悄咪咪就买了，连我也是后来才知道。那20万我估计也不够，我这边还有8万，你先拿去用。不用。你跟我还客气什么？对了，给你的。给我？本来回来那天就该给你，但给我忘了。这段时间你一直帮着照顾我爸妈，我都记着。你这样也太见外了，真要说谢，也该是我谢你。今天要不是你，我还不知道得被赵天明缠到什么时候。一码归一码，反正下次别这么见外了。不过下次要拿我当男朋友用，最好提前说一声，至少让我换身像样点的衣服。今天这一身多少有点委屈你了。谁委屈了？你俩差不多得了。那你准备着吧。准备什么？半个月后我有个同学聚会，你陪我去。这么快就安排上了？你说的，要提前通知你。行，我尽量穿得体一点，别给你丢人。装来装去多麻烦，干脆做真的得了。陆荣，你好好开车。行，我闭嘴。我他妈真多余。贷款的事大概3天到账，有消息我第一时间告诉你。好。还有同学聚会的事儿，你别忘了。忘不了。那我上去了。牧野。今天谢谢。回去吧。你小子，开你的车。哼，我是你司机是吧？对了，今天那个赵天明你知道吗？很厉害。你知道，能看出来一点，他爸赵洪山县教育局副局长
他妈周玉林县医院院长，在县里都不是一般人物。今天你当着他的面把人劫了，他不可能就这么算了。你别就嗯一声，我是认真的。这小子从小就记仇，真盯上谁能恶心死人。那就盯着吧。你还真不当回事儿。他要来，我接着就是了。行，反正我提醒你了，后面自己小心点儿。知道。妈。小叶，你快来医院，你爸出事了。怎么了？你爸刚才又犯糊涂了，非说要下楼去找你，我一眼没看住，他就在楼道里摔了，现在腿疼得厉害，人也迷迷糊糊的，邻居帮忙送到医院来了。人现在怎么样？医生说人没生命危险，就是摔伤了，得赶紧处理，还得住院观察，你快过来。好，我马上到。叔出事了，老年痴呆犯了，摔了，人没大事，但得马上去医院。坐稳。任务完成，任务目标顾明川，任务内容帮助顾明川找到合适门路，拿到优惠政策。任务奖励现金100点，积分100点。顾明川的任务完成了，那王局长的任务呢？顾明川已经答应了，王局长那边也点头了，为什么还不算完成？也就是说，顾明川这笔钱只是把门推开，场子真正立起来才算过关。还不够，为了父亲，我得更快一点。医生怎么说？人没生命危险，腿摔骨裂了，额头也磕了一下。医生说要住院观察几天，后面还得静养。那还好，怎么会突然摔了？老年痴呆犯了。昨晚他犯糊涂，非说我还没回家，非要下楼去找我。我妈一眼没看住，人就在楼道里摔了。医生还说别的没？说他现在这情况，身边离不了人。最麻烦的不是这次摔伤，是他时清醒时糊涂，稍微一眼没看住就可能再出事。正好，拿去请个护工，别让阿姨那么辛苦。20万算你的利息，剩下的30万你拿去还贷款。神经！我需要你往上爬，然后照我。这点钱你需要。行了，这就算这些天给你当司机的薪酬。你多少给点反应行不行？给什么反应？不是，事情都谈成这样了，你就一点都不激动？进办公室的时候，结果我就已经知道了。你怎么知道的？他要是真没这个意思，压根儿不会见我们。就算见了，也不会坐那儿听我把话说完。就凭这个，万一是看在我面子上呢？当我没说。王局长55了，离调休也就这几年，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换成你，你会怎么选？我明白了，要是什么都不干，安安稳稳混到退休，确实省事儿。可真到了那个位置，谁心里能一点想法都没有？但要做政绩，时间又太紧，稍微慢一点，可能还没见着结果，人就先退了。所以，顾明川的出现对他来说就是个机会。1000万的注册资金只能用于公司的运作，也就是说，就算顾明川以后跑路，这1000万也确实砸在了咱们县里。他的仕途本就有污点，这次要是没成，无非是再多一道。可一旦成了，那就是实打实的成绩。这种时候，大多数人都会赌后者。你这脑子真不是一般的快，上嘴皮一碰下嘴皮，再跑2趟，50万就让你给弹出来了。说真的，到现在我都觉得跟做梦似的。你这不是空手套白狼吗？听过个故事没有？什么？有个当爹的先跑去银行，说自己儿子是比尔盖茨的女婿。银行一听，觉得这人有门路，就先把他儿子提成了副总。转头他又去找比尔盖茨，说自己儿子是银行副总，这门婚事也就顺理成章了。还能这么玩？很多事本来就不是靠蛮力做成的，把该接上的线接上，
局自然就成了。所谓的资源整合便是如此。可这要是没谈成呢？两头但凡有一头不买账，你不就砸手里了？没成，无非挨顿骂，运气差点再挨顿打。可要是成了，那就是50万。这账不难算。那接下来就看顾明川那边了，1000万可不是小数目，所以我给他的也不只是空口白话。这种力度的政策，他在市里拿不到，在别的地方也未必碰得到。我现在算看明白了，从你盯上他那一刻起，你就没打算让他有第二条路。做生意本来就是这样，只要有机会赚钱，那就有人去做，更何况这是100%有的赚的买卖。这样的优惠政策，就算最后打价格战，他顾明川也有的赚，无非是赚多赚少的问题罢了。所以他只要不傻，就一定会答应。没那么绝对，但也7、8成。你这心眼子真进体制里了，不得哐哐往上飞升？我很好奇，接下来你会干什么？能干什么？当然是装修。咱们县里有没有拿得出手的装修队？还真有，他们做的相当不错。但你要请的话，估计有些困难。怎么说？他们老板是李成安。李成安？对，就是小时候和你抢地盘的李成安。联系方式发我。真要啊？你以为还小？也对。阿荣来了。我刚来一会儿，顺路过来看看书。昨晚真是多亏你了。阿姨，您这话就见外了。医生刚才又来了一趟，说这几天得好好养着，身边离不了人。先把人养稳住最重要。你们年轻人有事儿就先去忙吧，这儿有我看着。那我出去一趟，有事给我打电话。去吧。阿姨，那我先走了，回头再来看书。哎，好。车借我。怎么，现在就去找李成安？这么急？趁着有时间跑一趟。先给你提个醒。说，李成安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人废了。那倒没有，手底下那帮人还服他，活也还做得漂亮。那你这表情干什么？因为他这几年过得不算人样。前几年疫情那阵子，店倒了一片，工程一停再停，他手里压着好几单，有的甲方跑了，有的材料已经进厂了，人也开了工，最后合同砸了，钱收不回来，违约倒赔了不少。那一下差点把他底子都掏空。然后呢？然后还能怎么着？硬撑呗。队伍没散干净，是因为那帮老工人认他，可活少钱紧，拖一天是一天。以前是市里有人专门来请他，能把门面撑着不关，就算他有本事了。活还行就够了。再提醒你一句，他现在脾气估计比以前还臭，脾气臭不要紧，活别臭就行。地址发你了。行。爸现在这情况，身边离不了人，妈一个人撑不住太久，我得尽早把店开起来，等走上正轨，我就能当甩手掌柜，帮着照顾爸了。先别签字，任务来领，我马上到。丁，检测到帮助李成球，任务内容：帮助李成安解决当前困境。当前困境：李成安之弟因打人被扣留，对方索赔30万。刚刚那人李成安，你找安哥？刚出去那个是李成安，不然呢？他弟弟在局子里那边出了事，对方张口就要30万。我们东拼西凑，才凑了4万多，连个响都听不见，摆明了就是看安哥现在不好过，想狠狠干他一口。大哥，您看这样行不行？我手里现在确实只有6万块，您先收着，剩下的给我几天时间，我一定凑齐。这点钱你打发谁呢？不是那个意思，是真就这些，您宽限几天，我肯定补上。补上30万，今天少1分都不行。赔不起，就让他进去蹲着。凭什么30万？明明是你儿子先捧小薇，我才动的手。是他先动手动脚的，我都说了别碰我，他还往上凑。阿友推开他以后，是他先拳砸回来，后面也是他打不中阿远，自己失衡自己磕到墙上的。放你妈的屁！你们这是想给我儿子身上泼脏水，空口白牙，你有证据吗？你说是就是。钱我现在还不想要了，今天这事儿我就要让他进去。大哥，孩子不懂事儿，您别跟他一般见识。您看才还在小，还在读书，真进去了，这辈子就毁了。您高抬贵手，给条活路。现在知道怕了，打人的时候怎么不想想后果？早就说了，别跟他们李家扯一块儿。一个以前混过，一个读了几年书还管不住手，真当自己多有出息。大哥，钱我一定。哥，别说了。程远，这里没你事儿，人是我打的，我认。你别求他们。你认？你拿什么认？这会儿装硬气了。刚才你哥替你低头的时候，你怎么不吭声？我知道我不能进去，我还在上大学，我真进去后半辈子就毁了。可那是我的事儿，我不能让你替我低头求人，更不能让你为了我把脸扔地上给他们踩。从小到大惹祸的是我，
给我收拾烂摊子的都是你。可这回不一样，这回我要是还拖你后头，我就真废了。几个意思？觉得你哥没用是吧？连30万都拿不出来，还得让你在这替我扛。哥，你他妈闭嘴！别在这里演戏，30万1分都不能少，赔不起就进去。听见没有？30万。刚才不是挺硬气吗？拿呀！少他妈在这站着说风凉话！今天要不是阿远护着周小薇，丢人的就是你们周家。你们不帮也就算了，还跟着踩，狗都不如的东西！说什么？你再说一遍！安哥，这个是金的，手机也能卖。你疯了？那是你自己的东西。东西是我的，人也是我自己挑的。今天这事儿，他没先错，你们嫌他，我不嫌。少来这套苦情戏！今天不给30万，这事儿没完。你们先在这儿待着，我出去打个电话。哥，你给我老实待着。刚刚那人，你是谁？找我有事儿？有，装修。我这边人手都是现成，我们装修队县里第一。老板，你是什么门面？火锅店，200方左右，上下2层。火锅店，好，可以做200方，装修费大概30万左右。老板，你要是着急做，预付款能不能先打一点？总价我给你算少点。多少？5万。可以。老板放心，活我绝对不会给你做烂。对了，老板怎么称呼？牧野。牧野？牧野？怎么不认识了？我说怎么看着眼熟？几年不见，你小子变样了。你也变了。废话，谁他妈像我这么熬几年都得变。你刚才说的装修是真的？我有空陪你开玩笑。火锅店200平，上下2层，差不多。行，这活我能接。你要是着急做，我今晚就能把人拢起来，明天进场。条件？愿付款先给5万，总价呢？30万左右。5万。我现在着急要钱，你要是愿意先给点，我总价还能再给你压压。活我绝对不会给你做烂。牧野，我知道咱俩以前不对付，但活这一块我没糊弄过人。你信不过我，我也认。可今天这钱，你要是肯先给我，李承安记你一辈子。二维码。什么？不是要钱，把码打开。你打错了。没错，我说的是5万。5万是你现在张得出口的数，我给你的是价，3成是规矩，全款是我看得起你，活儿给我做到最好。活儿，我给你做到最好。这钱我记住了。记住是一回事儿，但收好那是另一回事儿。什么意思？东西收好。安哥，这事儿还轮不到你个丫头卖家当。怎么，钱凑够了？有本事就拿出来，没本事就别在这儿拖。钱我带来了，但这钱该怎么给，给多少，不是你们张口就算。你什么意思啊？意思很简单，你们一张口就是30万，可今天这事儿不是我弟一个人的事儿。少来这套！不是说我儿子先动手动脚吗？证据呢？对，监控呢？有本事你拿出来啊！不用管我，你们继续。先生冷静，毁坏罪证，3年以下有期徒刑。怎么，刚才不是还叫着要监控吗？现在见着了，反倒急了。我早说了，是你儿子先碰小薇，我不是平白无故动的手。我也不是被吓大的，你吓唬谁呢？那个监控根本没有摄像头。是没有，但他们动手的店里有。那又怎么样？现在躺在医院里的是我儿子，打了人就得赔。对，你们动手把人打进医院，这就是事实，别拿那些有的没的想赖账。这话没错，打了人确实得赔，但动手的不止我们，你儿子也还了手，真论起来这叫互殴，所以30万我们不认，
最多5万。5万？你打发叫华子呢？那就上法庭各自定罪。到时候这段视频一放，谁先动手动脚，谁先还手，法官自然看得清楚。要不算了。行，5万就5万，但你们给我记住，这事儿没完。幸亏有你，不然今天真让他们讹上了。不过这是哪家店的摄像头？出事的时候我就去找过了，没有啊。你看这个，这短视频，我好像没说过是监控。那你刚才炸他们？周小薇，你去哪里？不知道自己家在哪里是吧？跟我回家！今天这事儿还嫌不够丢人是吧？你们干什么？干什么？带我妹回家，管得着吗你？从今天开始，你少再来找她。我不走，你们松开！轮不到你说不，回去。家里脸都让你丢光了。哥，站住！你现在冲上去，今天这事就白了。走了。哎，你那店的地址记得发我。任务完成，任务目标李承安，任务内容帮助李承安解决当前困境，任务奖励现金300万，积分30点，160积分，还差840积分。火锅店最重要的是动线，后厨、传菜、散客区排烟，哪块一乱，后面全是麻烦。这块得打掉，改成收银加等位区，后边再隔个小仓，饮料、纸巾、锅底都能放。2楼这排包间不能全封死，得留几桌散台，不然太闷，客人坐着压抑。楼梯口呢？得拓，火锅店人一多全堵这儿，服务员端着锅底汤水撞一下就是事儿。这面墙往里推半米，扶手也得重做。排烟压得住吗？压得住，我给你上好点的，不然后面客人一身味儿，回头骂的是店，不是排烟。还有厨房地面得往下朝平，火锅店水多油多，不提前处理，后面全是麻烦。你倒是比我还上心。收了你全款，我总不能砸自己招牌。你朋友算是，看着不像一般朋友，确实不一般。你这动静不小啊！不包售后。曹，没跟你说那件事情，我是来找你谈场子的。检测到帮助请求，目标人物顾明川，任务内容协助顾明川管理工厂并推送项目落地，任务奖励100积分，100加200，300积分。我想把厂子给你管理，分红、工资条件都好谈。理由？赚大钱的哪有自己下场干活的？行，厂子我接。我就知道你不会拒绝。说起来，你这店砸这么狠，打算做什么？火锅店。火锅店？我还以为你打算搞私厨。行，我不耽误你了，你这边收拾完尽快来找我。对了，你要真做私厨，记得第一个请我，看心情。真他妈难伺候。你这朋友口气够豪横，不是咱们县里的吧？不是，外地来开厂的。那你这店还搞不搞？陈小雨5点，李承安的任务30点，顾明川的任务100，王局长的任务200。越是位高权重的人，对应的任务就越高吗？李承安，火锅店不做了。什么？改私厨。私厨？那可贵，要价钱，要做档次，这装修费可得翻3倍。做。行，你给钱，我给你做。妈，小野，你快来医院！怎么了？医院这边非说你爸情况稳定，要给他办出院，我怎么说都没用，他们现在就催着我签字。我马上到。情况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病人现在生命体征平稳，后续回家休养，按时换药就行。昨天我记得您说过需要留院观察一段时间。昨天是昨天，今天情况有变化。什么变化？家属，我们也是按流程办事。流程在哪儿？什么？出院评估、病历记录，哪一项能证明他现在适合出院？这些材料后面都会完善。后面完善？先射箭再画靶？陆先生，你别这么说，医院也有医院的难处。况且我们只是建议出院，后续有什么问题可以回来复查。已经出去了出院通知书，我想这应该不叫建议吧？家属，你这样沟通没有意义，那就叫能沟通的人来。我劝你还是别白费心思了。我是赵天明，您怎么来了？哼，
怎么回事？家属对出院安排有意见，床位有限，不可能所有人都一直住着，所以我爸今天必须离开。如果病情达不到继续住的标准，那么我想，是的。昨天还说要继续观察，今天就达不到标准了。判断不是你们说了算。牧野，你也别在这儿为难人了。与其在这里搞事儿，不如把精力花在你爸身上，这才是正事儿。你觉得呢？有些位置该让就……你想干什么？你现在不走，后面还是得走。与其闹得不好看，不如自己配合。你们说的对，该走的人怎么样都会走，早晚的事情。叔叔，腿这里疼吗？疼。我这是在哪儿？老穆，这是市医院，小野给你转过来的。小野，爸，是我。你不是在外头吗？怎么回来了？回来有段时间了。你别骗我，你就爱骗我，说出去一会儿，转头就跟人打架。以后不打了。不打就好，就好。你妈胆小，别让她担心。老人现在就是这样，清醒和糊涂会反复，腿部骨裂需要静养，后面不能再摔。身边最好一直有人守着。能继续住院观察？先观察几天，稳定后再看康复安排。好，尽量别刺激他，他说什么先顺着。明白。妈，你陪爸，我出去一下。小野，爸，别惹事儿。这几天注意观察，有异常就按铃。麻烦了。叔转到市医院也算好事，贵是贵点儿，但环境和医生都比县医院强，叔在这儿恢复肯定更好。你帮我照顾我爸妈一会儿。你干什么去？把上次在二手市场看的那辆 SUV 提了。买车？事事两头跑，总不能一直蹭你的车。不是去找赵天明？不是。我很快回来，动手那就太便宜他们了，账慢慢算。我家是做鞋起家的，原本也打算开鞋厂，不过现在厂子交给你，做什么你定。咱县那个宏大鞋业你知道吧？以前也算是咱们县城的门面，但1年前倒了，还拖欠了工人几个月的工资，就做鞋厂。确定？广宁以前有鞋厂，说明有基础，厂房现成，人也现成，这还真是巧了嘿。那就做鞋厂。这是笔大单，都他妈把压箱的绝活给我拿出来！穆老板有什么指示？宏大寿业以前的人，你认识吗？你问这个干什么？开厂。你打算开鞋厂？我想想。周师傅以前宏大的人，做鞋眼钣琴的，本事怎么样？我没见他做过鞋，但以前给宏大改车间的时候，听那些工人说过一句：什么？一双鞋值不值钱，老周摸一下线头就知道。地址？我劝你别抱太大希望。宏大跑路的时候欠他几个月工资，听说他家里还有个病孩子，钱全卡在那上头。这老头现在最烦的就是开厂。试试，手机发你。先这样。对了，你爸那事儿，我听说了。我这儿还能联系上一些人，你要是不方便，不用，真不用。找几个外地的，但要嘴碎的、胆子大的，最好是地痞无赖。懂了。您真打算把厂子交给他处理？不然呢？这地方我人生地不熟，路子没人熟，话也没人应。而他在这儿有人有门路，还能把事儿盘起来。筹备厂子这事儿，他绝对做得比我好。您倒是难得清醒。少阴阳我，我又不是来这儿逞能的。真让我自己硬顶，8成又得碰一鼻子灰。
既然有人比我更合适，那就让他上，我出钱，他出脑子，这不比我自己瞎折腾强？您这话我很赞同。问到了，问到了，人怎么样？先见了再说。要不要我一起过去？不用，你把厂房清出来，旧设备、仓库、线路，能用的不能用的都先摸一遍。你倒是真把自己当厂长了。我不是吗？但我是老板，那麻烦老板帮个忙好吗？这话还差不多。修鞋放这儿，急的明天拿，不急的后天。做的时候就做坏了，可惜这皮子，鞋口吃脚，后跟顶肉，样子能唬人，脚不认。你还懂这个？懂一点。现在会看两眼鞋样的年轻人不多，但嘴上懂不算懂。老周，我那双鞋你给我看看，800多买的，结果穿半天脚后跟磨得生疼。不是你脚金贵，是这鞋做的急，后跟太硬，鞋口又收得太死。鞋口吃脚，后跟顶肉，脚背这儿也压得太狠了。穿上，走2步。哎，真不磨了，这还是我那双鞋。老周，钱放着了啊。你不是来修鞋的？不是。那你来干什么？看看您这手还剩几成。然后呢？您这手摆摊可惜了。可惜？是啊，可惜。当年我也是这么劝人的。我说厂子还能撑，我说老板前头是难，后头总会补。我说咱们手艺人不该说散就散。那几个老伙计本来都想走，是我一个一个把人劝下来的。结果呢，厂子跑了，老板没了，工钱也没了。可他们没怪我，一个都没怪。有个老刘儿子正等着彩礼结婚，有个老何孙子上大学的学费还差一截。换成别人早该指着我鼻子骂了，可他们没有，他们还反过来拍我肩膀，说老周，这事儿不怪你，说谁能想到那老板能缺德成这样，还说你家老伴儿药不能断，你先顾那头。这些年我守着这摊子，一边修鞋一边替他们慢慢补，不为别的，就为当初那句留下来是我说。家里那个小的心脏不好，药不敢断，我这摊子要是不摆，谁给他续这口气？现在你跟我说可惜，我最不想听的就是这2个字。账要还，可不该拿这双手还。您这手是做鞋的，不是替别人填坑的。你是谁？来这里干什么？牧野，准备在广宁开鞋厂，想请您帮忙。开鞋厂？不去。当年就是这2个字，把人坑得连工钱都见不着。现在你又拿这2个字来找我，哼，找别人去。你那几位老友被拖欠的工资，粗略估计得有几万块钱。您老伴儿那边平时还需要吃药，您在这儿摆摊儿能补，可补得太慢。你打听得到清楚？该打听的总得打听清楚。你干什么？3万，预付的工资。什么？这是我和宏大鞋厂的区别。你就这么信我？我只相信自己看到的事实。你的厂在哪里？我怎么没听过最近县里有新鞋厂？刚批下来，还没正式开工。多大的规模？多少人？目前就您一个人。就我一个？所以我需要你帮我找人手。样鞋谁能动，成型谁能稳，真车谁能带，您点名，您说一个，我请一个。何秀兰，样鞋间没有她，鞋出不来。下一个，高建山，成型线没他，鞋立不起来。还有刘德顺，裁断撂到了他手里，浪费少一半。继续，马卫国，真车组，带人带线都得靠他。这几个人不比我轻松，谁身上都背着点事儿。你是真心想开这个厂？我真不真心不重要，钱是真的。行，你去请，他们未必肯见你。这些年，听见鞋厂2个字儿，谁心里都犯堵。我去替你说。
10万？不行，刚才那3万我都不是给您的。那是您刚才点的这几个人，我心里都有数，都是被宏大鞋业拖过工资的老师傅。这10万您带过去，告诉他们我不一样。你这10万是给他们的脸面，也是给我的门票。现在人也找到了，设备也齐了，就差单子了。你没有？有个屁！家里那些老东西，平时让我看热闹可以，真涉及到厂子、客户、渠道，半点不让我碰。现在把我扔出来单干，说白了，不就是看我有没有本事接手家里的生意？所以你问我单子，我要是真知道去哪儿找，我还用得着跑广宁来受这罪？人，我给你带来了何秀兰、样鞋、高剑山、成型、刘德申、裁断、马卫国、真车。钱我们收到了，但丑话说前头，我们来不代表就信你。宏大鞋业刚开始也发工资，后面还不是一点点拖，最后直接拖没了。我们这把年纪进不起第2回。你要是只想拿我们几个老家伙撑门面，现在就直说。我不能所有人都一视同仁，但各位师傅进场后，各位师傅的当月工资都会在月初发放。若没有收到，那各位师傅大可自行离开。这就是我的回答。年纪都这么大了，还干得动吗？看着也没什么特别的。鞋是好鞋，皮料、走线、收边都不差，可这鞋不算真合你的脚。你们说谁？这是通校改的，训型本身没问题，放谁脚上都体面。可你右脚前掌外侧鼓点比左脚高一点，所以你站着不觉得，可一走久，右脚前掌外侧就发顶，不是磨也不是硌，就是胀不顺。而且这双鞋前掌外腰放的不够，鞋本身是好鞋，问题是它照顾的是大多数人的脚，不是你这只脚。右脚比左脚难受，走久了最明显。难怪我一直以为是新鞋没踩开，右脚前掌外侧那块确实一直有点发顶，穿久了最明显。不是鞋没踩开，是运头没完全让着你的脚。不是蒙的，鞋本身没毛病，问题在脚型和运头那半分不让。能一眼看到这儿，这几个人是真有手。年轻人做鞋这行做得好，不是把鞋做出来，是把鞋做得韧脚。机器能做鞋，手艺才能做人穿的鞋。几位大佬教训的是，我就一门外汉，说的话别往心里嘿嘿。各位师傅别往心里去哈。这几位老师傅比我想象的还要厉害，或许……鞋脱了。什么？鞋脱下来。干嘛？既然人都到了，那就别光靠嘴说，照着这双给我出一双，一模一样的。复刻不算本事，做的比他更顺脚那才算。那就比他更顺脚。拿来。不是，让我光脚回去。鞋脱了，不脱怎么看？脱吧。行。右脚前掌外侧压得更狠，后跟也偏。鞋做的没问题，是没完全让你的脚。你们就看这2眼，连我哪只脚难受都知道了。脚不会骗人，鞋穿久了，毛病都在上头。坐，2脚。左脚259，右脚261。右脚前掌外腰高半分，重心也偏右。不是，你们做鞋还是算命？做鞋的，顺便认脚。多久？急，最快3天。3天后先出一双让他试。顺脚不顺脚，上脚就知道。那我这3天穿什么？光脚。喂，人找到了。干净吗？我招工招来的，合乎情理。几个？ 3个，一个嘴碎，一个能闹，一个会拍。行，先别急着动，
让他们正常住进去。住进去以后呢？该看病看病，该陪床陪床，把嘴闭严了，别漏。明白。等我电话。好。你们这是照着我脚现做？不然呢？那不是比定制还麻烦？你那双叫定制，我们这个叫认脚。几位师傅，3天能出，3天出1双，够了。要是只是复刻，今天都行，可要比他更顺脚，得慢半步。行，那我3天后再来，带着脚来。废话，厂子能不能立住，不在设备，在这几双手上。这么快？是。草，还真不顶了。不是，这怎么比我原来那双还顺？因为他让着你，你那双是你去让鞋，这双是鞋来让你。佩服。几位师傅，牛逼啊！哼，这才哪到哪儿？你脚不算难做，碰上真难伺候的，还得再磨，少见多怪。近期有没有什么有影响力的鞋展？鞋展？你想干什么？要搞事儿？先回答我，还真有。3天后海城那边有个鞋展，规格不低。准备准备，出差了。一个展位1天3万呢，你就这么空着？我好歹也是老板吧，你要做什么总得告诉我吧。来见见世面，见世面？我花钱租展位是让你来见世面的，不是？真就空着啊？您不是老板吗？不跟上吗？样子做的花，皮料一般，前掌撑不住，摆着好看，穿上遭罪。你们扫一眼就知道。大概后跟咬脚，鞋口收细了，走几步还行，走久了磨。中看不中用。这家有点东西，竟然请到了这位国外的设计师。样子是样子，脚是脚，真拿来穿未必多顺。做的精，但不是给大多数人的脚做的。不是吧？人家都做到这份上了，你们还看不上？看得上，就是不认脚。摆在柜里值钱，穿在脚上未必。这可是意大利设计师安东尼奥的作品，几位竟然还能挑出毛病来，真牛逼！不知道几位是哪里的师傅，拿过什么奖？说来听听嘛，让我认识认识。顾明耀，好歹也是你哥，直呼其名，这未免太不礼貌了吧？不过我这个人很大度，原谅你了。倒是你来参展也不告诉我一声，我这个当哥的怎么都得照顾一下不成器的弟弟，关你屁事？是不关我事儿。我就是好奇，你这是从哪个犄角旮旯里掏出来的野路子？这几位师傅手上老茧倒是挺厚，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不是来参展的，是临时从路边的修鞋摊找来撑场面。你嘴巴放干净点儿！不要激动，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对，叫忠言逆耳利于行。哥哥说的话你要听进去才行。对了，刚刚我接了几个单子，也不多，就700万左右，可惜都是一些高端订单，不然我就匀给你做了。不过我相信你应该也拿到了不少单子吧？不会是一个单子都没有吧？别急啊，这才第1天，这展会有1周呢，求下来求也怎么都能求到10万的单子，别太担心。哎，这就走了？有空来我展柜找我。废物就是废物，带着一帮不知道从哪儿凑来的老师傅，就敢往这种地方钻，真不嫌丢人。真想狠狠干他一脸。狗眼看人低，什么东西？感到憋屈了是吧？那就弄回去。各位师傅，刚刚都看过那双所谓的顶级设计师设计的鞋子了是吧？心里都有数。按男鞋42码看的，校长282，净脚按270做，前掌放量8码，鞋口内围152，舌背压得低，脚背高一点，穿进去就顶。前掌最宽96，外腰放量2毫米，内腰3毫米，门银吃进去1分半，针脚距边3毫米，后跟杯深58，跟口收31。做的比他好要几天？5天。不行，还是3天。3天后我希望升级版的鞋子出现在我们的展柜里。都办理好住院了，你什么时候回来？提前打声招呼。好。叔叔今天的情况稳定了很多，
辛苦你了。看在你送我那么昂贵的化妆品份上，回去给你带礼物。再收半分。我知道，后根再松一点。真叫我重新走，别急。真要这么干，我们来这儿是为了什么？订单。想要订单，前提是什么？广告。差不多，但更准确一点是名声。可这名声是臭的，红黑也是红。利害平衡，不择手段，又始终让自己在安全范围，这样的人物，即便是在各大上市公司里也少有。明川少爷运气还真是好。新来的参展商？不是吧？前几天就见过，一直没开柜。广宁鞋厂没听说过。开了。这不是吧？这不是安东尼奥那双吗？上去看看。牧野，安东尼奥设计师，走，过去看看热闹。这双鞋为什么会出现在你们的展柜里？这是安东尼奥先生这一季的核心作品，你们这是抄袭，我们需要给出解释。好，光明正大的抄袭，牛逼啊！我就说这鞋子看着眼熟。别说，这抄的还真有水准。今天的头条有了。抄袭？应该说，我们的设计师英雄所见效同，设计理念都是一样，所以创意撞车了。荒唐，版型、线条、审美元素都这么接近，你告诉我这叫巧合？你们这是在侮辱安东尼奥先生。虽说咱们这行抄袭算一个默认的行规了，但敢在正主面前贴脸开大的，这还是头一个。打起来！胆子够大，脸皮也够厚，这样都不认。牧野，差不多得了，这再顶下去真要闹大了。不，说我们像，那才是侮辱我们。我们的鞋没那么差。我操，这话也敢说？今天这条肯定爆。Questo è un insulto a tutta la mia carriera。安东尼奥先生说，抄袭他的作品就算了，现在居然还敢侮辱他的作品。今天这件事，你们必须给出交代，这里不是你们这种人闹事的地方。他刚才说什么？我没听错吧？不到黄河心不死啊！人才啊！李叔，这样都不去制止吗？这事情要是传出去，咱们顾家可就没脸了。我只对您负责，这样的处境还是面不改色，淡定从容。这样的心性不是一般人能够拥有的。真相总是让人难以接受的，不是吗？牧野，你什么意思？实践检验真理，不是吗？如何？敢吗？好，我们答应。但是你们要是输了，要承认抄袭，并且赔偿相应的损失。没问题。是鞋？这倒真有点意思，比吵架好看。2双鞋都是42码的，谁先来试一试？我来，我42。假更顺。这里面可是有一双顶级设计师设计的鞋子，机会难得，大家可不要错过这个机会。我也来试试。完了，票数差那么多，无所谓，输赢与否，我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了。这个会场里谁不知道我们厂？而且你怎么知道我们的鞋子不是假号？差这么多。不是谁都能碰瓷安东尼奥设计师的，今天这热闹算是看着了。机位抬高点，别拍丢了。你觉得哪双是安东尼奥的？假，票差成这，十有八九是。不过这才有意思，如果假真是设计师的，那广宁鞋厂今天就是贴脸翻车；如果不是，那就是大新闻。目前假票数领先，还有没有人要上来试一试？同码的都可以。我来。有些东西真不是照着样子学一学就能学会的，差距这种东西，上了脚，一下就出来了。大师的作品穿着就是舒服，有时候一双鞋子怎么样，看师傅就知道了。有的人啊，只会口头上逞能，实际上纯废物一个；而有的鞋子看着像模像样，但上脚之后才知道，实际上毛都不是。还有没有要试的？别试了，赶紧揭吧。对，揭晓。好，既然大家都等不及了，那我们现在就揭晓答案。我操！我没看错吧？假字鞋子竟然是广宁厂的？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我方有异议，安东尼奥先生要亲自试一试。可以，让他试。好，那就由安东尼奥先生亲自试。靠近一点，在这个镜头别露。安东尼奥先生怎么样？我输了，真认输了。安东尼奥亲口认的。快拍，刚才那句拍到了没有？拍到了，全拍到了。这可怎么办啊？顾先生。
穆先生，请问你们这双鞋是不是参考了安东尼奥先生的作品？你们所谓的创意撞船，是不是一种避重就轻？安东尼奥先生已经认输，你们是否认为广宁鞋厂已经超过国外顶级设计师？几位老师傅呢？能不能请他们出来接受一下采访？我只承认一件事，我们做了一双更适合人穿的鞋。这话硬啊！不认抄袭，只认做得更好。这条能报？不可能，那几个野路子怎么可能压过安东尼奥？用争议换名声，再用结果封口，这人不干净，但很会赢。顾总脸色不太好啊，你想说什么？没什么，就是没想到我们广宁那几位师傅在你心里评价这么高。刚才试假字鞋的时候，你不是说什么来着？大师的作品穿着就是舒服。好，很好。去给我查，那个牧野、广宁鞋厂那几个老师傅全都查清楚。明白。穆先生，广宁鞋厂接下来是否会量产这款鞋？品牌方如果追责，你们准备怎么应对？今天这场争议是不是你们提前设计好的？曼姐，挤不进去，挤不进去也得挤。今天这条丢了，明天你去拍婚庆。穆先生，许曼，省台城市观察，你今天是故意的，对吗？故意什么？故意做一双和安东尼奥高度相似，但穿起来更舒服的鞋，故意把所有人引到抄袭这个话题上，让所有人都记住广宁鞋厂，对吗？这个女人，你问题比他们好。所以我说对了。穆先生，我想做你的独家采访。许曼，你这就抢独家了。大家都在这儿呢。新闻靠抢，不靠排队。今天累了，不谈。那什么时候谈？等我休息好了之后再说吧。曼姐，我们不跟上去吗？人走了。不是不谈，是休息好了之后再谈。走。你们是真没看到安东尼奥那老外穿上咱们那双鞋，走了几步以后脸都僵了，最后憋了半天来了句：“我输了。”鞋上脚不骗人，样子做的花，脚不认也白搭。那鞋子看着精，穿久了未必顺。设计师会画，不代表会伺候脚。不是，那可是安东尼奥啊，国外顶级设计师。顶不顶级不看名头，看鞋。那双鞋要放我们年轻时候学徒的铺子里，也就算个中上。中上？不是周师傅，你们以前到底在哪儿学的？我17岁进的沪上远东鞋校社，那时候店里有个意大利老头，姓卡洛，皮臭得很。我给他磨了半年相头，他才肯让我碰刀。远东鞋校社，我在广布华美女鞋房待过，那边做女鞋样鞋，1毫米都不让，脚背后跟鞋口差一点都要拆了重来。在金门德昌皮鞋号做过成型，那边以前专做礼服鞋和军靴，鞋立不住，人家直接把货退回来。温州南阳裁断坊，那时候外贸单子多，一张好皮怎么臂扒，怎么排料，都是拿钱喂出来的。海城圣桥真车间，验收的德国师傅天天拿尺子量针距，听着就很屌，很厉害的样子。何止是厉害，这几个店20-30年前在制鞋行里都是招牌，能在那里当学徒，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进去。今天真可惜了，你们没去现场，尤其是顾明耀那脸，结果一揭开是咱们做一样，他那表情像吞了半只苍蝇，想吐还得憋着。今天的炒核我们不喜欢。怎么了？鞋我们做的不亏心，可路数不光彩。赢是赢了，但那双鞋确实是冲着人家的样子去的。我们做了一辈子鞋，最烦别人偷板，今天自己干了这事儿，心里不是滋味。我们不怕记者问鞋，怕记者问良心。下一次会是别人来抄我们的鞋子，下回别再这么赶了，尽量。尽量是什么意思？意思是看情况。今天收到多少名片？不少，有买手店的，有直播供应链的，有几个快反女鞋档口，还有2个做高端男鞋渠道的。这几个有点意思，一个做高端商务男鞋，一个做精品买手店，还有一个想问我们能不能接小漂亮高级定制。我觉得我们可以都接，趁热打铁，狠狠干一波。不接。什么？高端单接一个。为什么？现在热度正高，不多接的多浪费啊。高级单不是流水线快餐，你接得住才叫单子，接不住叫砸招牌。我们现在的真正底子是几位师傅，但他们是柱子，不是牲口。高级单要靠他们定板、控样、把关，可厂子要活，不可能全靠他们一针一线狠狠干。高级单立名，普通单养厂。对，先接一个高级单，用它把广宁鞋厂的招牌立住，让外面知道我们不是只会蹭热度。剩下的接量大管饱的单子。量大管饱，不需要太复杂工艺，款式稳定，交期明确，利润不一定最高，但能让工人快速上手，能让流水线转起来。所以一个高端单立门面，一堆普通单养流水线，再靠县里的政策把成本压下来。高端单是刀尖，普通单是粮草，政策
是我们的护城河。那就接一个高端的，剩下接大货，先让厂子活，再让厂子站起来。另外，给几位师傅发奖金。对，这奖金必须要发，1人1万。不用，鞋是厂里的活儿，工资已经给了，奖金以后厂子赚钱再说。钱要用在刀刃上，这就是刀刃。今天这一仗打的就是你们的手艺。钱不多，但规矩要立起来。发，这个必须发。几位师傅，别推，今天这钱你们拿得起。今天到这儿，几位师傅早点休息。穆先生，你是今日的那位记者？难得穆总能记得我。漂亮的人总是让人印象深刻。没看出来，穆总还会夸人。真巧，没想到你也在这家酒店。做记者的找人是基本功，况且是穆总你叫我来的，不是吗？人聪明，能力也符合要求。你倒是会挑时间。你说休息好了之后再等，我总得等你休息好。但我现在还没休息好。穆先生，我只要一个独家。许记者，你这是采访还是谈条件？看你怎么理解。你胆子不小啊。胆子小就抢不到新闻，但将自己的人身寄托于他人的手上，可不是一件理智的行为。你耍我？你先堵我的门。那独家呢？可以谈。条件？去广宁。广宁？让你帮我做宣传。你保证独家？你能拍多少，看你本事。什么时候去？等我通知。刀找到了。海城鞋展，创意撞车，外籍设计师认输。这条要是剪好了，不只是地方新闻，我能凭这条狠狠干出去。许记者辛苦，中午我请你吃饭。饭就不吃了，素材太多，我得尽快回去整理。这么急？鞋展那边热度还没完全散，现在发是新闻，再拖2天就只是旧闻。那我送送你们。那就麻烦穆先生。这一趟没白来，海城鞋展的争议加上这边的采访，够做一期专题了。那就麻烦许记者了。你倒是一点都不激动。习惯了。停车！带上摄像机，下车。曼姐，怎么了？这么多人聚集在医院，肯定有大新闻。开始了。我再说一遍，把视频删了。这里是医院，不是你随便乱拍的地方。我拍的是我自己的缴费单，我拍别人脸了吗？我问一句，为什么排在我们后面的人先进去检查，你们就上来抢手机？你不要乱说，顺序是系统排的。系统排的？那你倒是说说，为什么我们排了1个多小时，后头来的人打个招呼就进去了？人家是急诊加急。急诊加急？急诊不走急诊通道，跑门诊插队，你糊弄谁呢？我刚才也看见了，那人是后来的，好像有个护士带进去的。这年头没熟人真不行。都别乱传，不了解情况就不要造谣。我们外地人来看个病，问一句都不行啊！我们花了钱排了队，拍个自己的单子，你们就说我们偷拍，还说我们医闹，我们怎么就医闹了？手机拿出来，先把视频删了。凭什么？你们有本事就报警，我今天就不删。你拍到了其他病人，侵犯别人隐私。我就拍了缴费单和窗口，你们抢我手机的时候才拍到人，你们是不是心虚？大家都看看，议员现在厉害了，病人家属连自己的缴费单都不能拍，问一句收费叫扰乱秩序，拍一下单子叫侵犯隐私，再问2句就是过度纠缠。下跪！大家说不妹不妹，你管得闷不总了？拍自己的单子也不行，是不是收费有问题啊？现在医院账单本来就看不懂，问问怎么了？不是收费问题，是他们影响正常工作。是啊，这几项费用是什么？为什么缴了钱还让我们去外面买这个固定带？为什么说外面家店才有？你别乱说，没人让你去指定药店买，你敢说没有？我录着呢，你们刚才怎么说的？要不要我放出来？抢手机了！医院抢病人家属手机了，大家快来看啊！
行啊？他们还要抢手机！问收费叫议论，拍单子叫偷拍。你们医院好大的威风！开机。已经开了。你好，我是省台城市观察的记者，这里发生了什么？记者？谁让你们进来拍的？这里不能随便拍。记者，请回答一下，这边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位阿姨说的是否是事实？何院，下面闹大了，来了个省台记者，已经开始拍了。省台？对，城市观察的记者叫许曼。谁叫来的？目前看不像是本地人叫来的，听说他是来采访咱们县那个鞋厂的。回去路上刚好路过医院，撞见这事儿。刚好路过？是，他上午还在鞋厂采访，下面那些外地人一闹，他正好撞上。外来的记者和本地没有人情牵扯，周玉兰的手也伸不了这么长。这回闹成这样，周院长肯定得被问责，指定外购、检查插队、抢手机，这些事儿虽然不算太大，但也够他难受一阵了。就只是难受一阵，下面那几个人吵归吵，闹归闹，手里没什么真正硬东西，最多就是闹上热搜，院里发个说明，处理几个窗口和护士。想动周院长，怕是还不够。不够，那就给他们加点料。何院，您的意思是？这是不是太大了？你不想他下去？他压了我们这么多年，床位、采购、检查牌号、指定供应商，哪一件干净？以前没人敢动，是因为没人把口子撕开。现在口子开了，外面还有省台的镜头，这刀不递出去，可惜了。那给什么？先别给太多，记者不是傻子，一次喂太满他会怀疑。先给他一点能查的，检查插队记录、院外购用品的备注单，还有几张医务群截图。周院长，别从我们办公室出去，找个不相干的人递。记住，东西是他自己查到的。明白？去吧。周玉兰，你坐得太久了，该挪一挪了。是省台城市观察。几日前，本栏目记者在广宁县县医院门诊大厅遇到一起外地病人家属与院方工作人员的冲突。我拍的是我自己的缴费单，我拍别人脸了吗？我问一句，为什么排在我们后面的人先进去检查，你们就上来抢手机？拍个自己的单子，你们就说我们偷拍，还说我们医闹。问收费叫医闹，拍单子叫偷拍，你们医院好大的威风！在后续采访中，记者陆续收到相关材料，材料显示，广宁县县医院疑似存在检查牌号异常、院外购用品备注以及内部要求压制视频传播等情况。牧野，县医院的事儿你看了吗？正在看。周玉兰出事儿了！刚刚县里内部已经传开了，县医院专项调查组进驻，周玉兰被停职，正在配合调查。采购科、检查科、医务科都被叫去谈话了。这回不是普通问责，听说连他以前压下来的几件事都被翻出来了。不是，你就这个反应？不然呢？周玉兰啊，赵天明他妈，县医院院长，你爸之前被强制出院那事儿，就是他那边压下来的。我知道。这是周玉兰的黑料原件，怎么会在你这里？等等，我记得没错的话，那个女记者之所以会在咱们县城，就是你邀请来的。还有那几个闹事的，我在你店里见过。李承安说是赶你的工期刚招的人，但现在出事后，他们人就不见了。这一切都是你的手笔。我可什么都没有赶，事情会这么发展，全靠许记者。滚！你都隐瞒，那你想听真话吗？别，我什么都不知道。但我就想知道，这黑料你是怎么搞到的？倒不如说，你怎么知道周玉林有黑料？猜的。你只是觉得会有？周玉兰能为了儿子一句话，就让医院把一个摔伤的老人往外赶，这种人，屁股底下不可能干净。县医院这么大，床位、检查、药品、耗材、采购、供应商，每一样都能生出利益。他坐在院长的位置上这么多年，压过的人、得罪过的人、分不到肉的人不会少。平时没人动他，是因为没人敢开第一枪。以一个院长的能力，本地的媒体他完全压得住，所以医院内部就算有人不服，也未必敢站出来。可许曼不一样，外地省台记者，没有广宁本地的人情牵扯，
周玉兰的手伸不到那么快。镜头一架起来，事情一发酵，医院里那些早就等机会的人，自然会提供助力。但这只是你的推测，对吧？万一呢？万一没有呢？没有万一，你知道吗？当初我在医院里看着你平静地转身离开，还以为你学会隐忍了。现在，你是学会憋坏了是吧？你来的正好，有个事情得让你帮忙。说，现在厂里需要大量的工人，你帮我去人社局跑一趟，他们那边应该积积了不少待就业的人员，帮我挑一挑里面在鞋厂工作过的。材料工、车工、折边工，行，我现在就帮你跑。宏大倒了以后，散出去不少工人，有的去打零工，有的在家闲着，有的干脆转行。人社局那边这几年最头疼的就是这些下岗工人的再就业。这小子嘴上说让我帮忙，其实是把一个现成的人情送到我手里。妈的，鞋厂招人，人事局解决就业，这事儿办成了，人事局欠我人情，王局那边也能看见。不过工人好找，专业的会计这个倒是有点难，只能让人事局那边翻翻了。鞋口不是让你勒死，你做的是鞋，不是铁箍。点儿，这一步急了，后面全白干啊！毕金，你这一刀下去，省半秒，废半张皮。针脚别飘，线歪了，客人不会说你歪，他只会说厂子烂。不是你多少给点反应啊！半个月前这里还是空的，现在人有了，设备赚了，订单也排上了，不错。这第一批单子只要顺利交付，扣完材料、人工、运输还有乱七八糟的成本，我至少能落87万。这还只是开始，后面大货单接上，高端单立住，这厂子就真活了。老爷，厂子转起来了，厂子已经开始运转了。如果顺利的话，明川少爷预计能有87万左右收入。他倒是会算自己能拿多少。不过这次他没有乱插手，厂里的事务基本是都交给牧野处理。这牧野呢？很稳。说说县医院周玉林下台的事儿，表面看是省台记者撞上医患纠纷，但许曼是他从海城鞋展带回广宁的。闹事的几个人是他身边那个李成安提前安排进医院的。医院副院长何文涛是在事情闹大后主动递刀的。入场只做局，许曼是风，闹事那几个人是柴，医院副院长是火，把该来的人放到该出现的位置，局就成了。老顾，今天手气不错啊。小鱼儿，养养再看。老爷说，明耀少爷那边暗中动用了家族的关系，去查明川少爷和牧野。按照您定的规矩，这场考核，明耀少爷已经算越线。耀少爷下场，你觉得呢？按规矩该罚，规矩是死的。您的意思是，明耀动用家里的力量是不干净，但明川身边那个牧野也不是什么干净露露，一个会借家事，一个会用人性，都不算老实。可生意场上太老实的人活不长，让老王多留意一下那个牧野，合格的话，让庞系选几个女儿去接触接触，把他收进来。明白了。这个任务总算是完成了，加上此前的，就有300多积分，已经凑齐了1/3了。哟，你还会笑啊？很奇怪。不奇怪，就是你一笑，我总觉得有人要倒霉。行，当我没说。不过说真的，这人一多起来，账就变得麻烦起来。材料钱、人工钱、订单预付款、银行流水，还有我这边投进去的钱，看得我头疼。您不是看着头疼，您是根本看不懂。王叔，你今天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会计路人已经帮忙找了，说是今天过来。这么快，靠谱不靠谱啊？见了就知道了。喂，你好，请问是穆先生吗？我是陆先生介绍过来的，我已经到厂区门口了。这声音，我也在厂门口。厂门口？我操，哪来的美女？坐。还真是巧，可能是有缘吧。希望你能将这份缘分延续下去。我明白，感情牌在他这里没用。我今天要是拿不出东西来，他真不会留我。看完了，我先说几个问题。
说。第一，你这个现在只能叫流水，不能叫账，每一笔收支都有日期、有金额、有备注，能看出来记的人很认真，但是没有按会计科目分。买皮料是原材料，发工资是应付职工资金，水电、维修、车间耗材是制造费用，机器设备是固定资产。客户先打来的定金，货没交之前不能当收入，要先放预售。可你这本上全部写成2个字：支出。有什么问题？你这样自己能知道钱花了多少，但税务、银行、审计都看不出钱花到哪儿了。以后厂子越大，这个问题越麻烦。继续。第二，发票。这里写的是皮料采购3万2已付，但是没写发票信息，专票还是普票，税率多少，发票号码是什么都没有。这有什么影响？影响很大。如果供应商不给你票，或者给错票，你账面上看着省了一点钱，最后可能在税上多交回去，这不是赚少了，这是白丢钱。第三，会计专业的，一些原因有专门去学习过。难怪，那当初他在咖啡厅的表现就说得通了。行，面试就到这儿吧。我有中级会计执证，明天来上班。录用了。薪资8K 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小满，妈妈有工作了。你真是因为我的能力才录用我？不然呢？我相信广宁县里一个会计的工资最高也不会超过8000。你的专业能力值这个数。8000，这不是随手给的价。他不是可怜我，也不是拿钱买我，他是在告诉我，我这个人值这个位置。我以为多少会有一点旧情分。旧情分不管账。也是。第一次见他的时候，他替我挡了债，我以为他会要点什么，可他没有。那时候我就知道，这个男人和那些只盯着我身子的男人不一样。现在又给了我一个位置，不是施舍，是让我凭本事站住。这种机会，我以前没有抓住过，这一次，我不能再错过。有事儿？穆先生，我知道你不是为了我这个人才让我留下，也知道你不是那种拿工作换女人的人，但我还是想让自己在你这里站得更稳一点。怎么个稳法？我一个带孩子的女人，在这个县城里，身边没个人，日子不好过。漂亮不一定是好事，以前我不懂，后来懂了。有时候你什么都不做，麻烦也会自己找上门。我想要这份工作，也想要一个能让我和小满安心的靠山。我不装清高，也不跟你绕，你给我位置，我替你把账管干净；你给我依靠，我替你把该守的东西守住。你倒是坦白。以前不坦白，吃过亏，现在不想再吃了。你放心，我知道自己的位置，我永远都是你的下属，不会抢不该抢的位置，不会去争不该争的名分。哪怕以后你有女朋友，有妻子，只要你需要我，我就在。值得吗？值得。以前我没得选，现在我想自己选一次。账本这种东西不能随便交给外人。厂子的钱、顾明川的钱、订单的钱、政策的钱，以后都会从这里过。他有能力，也有软肋，更重要的是，他知道自己要什么，也知道什么位置不该碰。这样的人，一旦成了自己人，比外面请来的会计更值得信任。如果此前的事情给了你我是正人君子的错觉的话，我劝你最好不要跟我玩欲擒故纵这一套。我带着小满走到今天，早就知道脸面不是别人给的，能让自己和孩子活得稳才是真的。我会把账做好，也会把人做好，你不吃亏。账本给你管，但账要干净，人也要干净。我能做到。现在下去。王叔，你觉得我这身怎么样？
有点刻意。哪里刻意？从您换衣服开始。面试这么久了，先歇一会儿，喝杯咖啡。放桌子。刚刚面试的美女呢？有事儿？怎么样？合格吗？我觉得她可以给我当秘书，很专业。她以后管账，账本归她，人归我。什么叫人归你？意思就是别打她主意，也别想着从她那里探账。我是那种人吗？你是。你是老板，就有点老板的样子。以后财务这块，他怎么说，你怎么配合？我这个老板还得听会计的。账上你听他的，厂里你听我的。这桌子是不是不平啊？怎么一晃一晃的？你要没事的话，整理一下这些资料。王叔，我记得那批料子是不是到了？验验去。哎，早知道我刚才就来早点儿。恕我直言，您见过的比她更漂亮的女人多了去了。那能一样吗？都是因为我的钱凑上来的，和自己拿下的不一样。我现在穷的就只剩下几十万了，要是他还能和我在一起，那这就是真爱啊！您高兴就好。怎么样？比我想的好。那必须的。这料不便宜。还行。20万？你什么意思啊？这屋里的用料、楼上的茶台、包间的隔音，还有厨房后面的防水和排烟，之前的工钱根本不够。你拿了人情，压了材料价，又让工人赶工，这些我看得出来。你救过我弟，一码归一码。救你弟是那天的事儿，今天这20万是你该拿的工钱。还有，阿远还在上学，以后见女方家里，总不能让他因为钱再把脸丢地上。算我借你拿来周转的。你要还，怕是得花一阵子。我厂里还缺几个人，物流、仓管，还有后面一些杂事，需要能压得住的人。你要不要来？你还真想让我给你当小弟？我得考虑考虑。行。这里装修好了，怎么感觉不是我能消费得起的样子？该走了吗？他们已经出发了。那件事情3天后我给你答复，不急。张倩这个人从上学的时候就这样，那时候我跟她条件差不多，成绩差不多，家里条件也差不多，老师也总把我们2个放在一起说，她就不知道怎么想的，非把我当竞争对手，考试要比，穿衣服要比，谁被老师表扬了也要比。后来毕业了，又开始比工作，比收入，比谁过得好。我没有，我最烦这种没意义的比较。可我不想比，不代表他会停。每次见面，他都非要压过我一头，好像不赢我一次，他就不舒服。那今天还来？本来是不想来的，但还有几个关系好的同学也在，大家很久没见了，我总不能因为他一个人就谁都不见。所以让我来，是给你挡他。你今天就是我男朋友。假的？假的。权限呢？什么权限？男朋友的权限。没有权限，你负责坐在旁边，别让我一个人被他烦就行。那他非要比呢？你少说2句。这要求有点高。牧野。可以，今天听你的。张倩说话不好听，你别跟她硬吵，不是怕她，就是没必要。我一般不吵。你这话听着不像好话。那我换一句，我尽量不说话。这个也不像真的。演得像一点。你倒是进入角色挺快。你请来的，服务得到位。现在开始。现在开始。苏晴来啦！哎呦，真是苏晴啊，差点没敢认。
越来越漂亮了啊！旁边这位是男朋友吧？晴来了，不给我们介绍一下？牧野，你们好。哎，快坐快坐。哎，你现在还在银行吧？还在，挺好的，离家近，工作也体面。以前班里好几个人都说想进银行，最后还真就你进去了。这么多年没见，变化真不小。对了，苏晴，你现在还在银行吧？那挺好，银行稳定，女孩子嘛，还是这种工作合适。穆先生是吧？在哪儿高就啊？自己做点小事。自己做点小事儿，那就是创业啦。算是。苏晴男朋友也是创业的。创业好啊，不过在县城创业，光有想法可不够，最重要的还是资源和门路。这是我男朋友蒋浩，家里做工程和建材的，他爸在县里认识不少领导。也没多少，就是跟王局长吃过几次饭。王局长，招商局那个？那可不是一般人啊。蒋浩家里路子挺硬啊。对，我爸刚才给我发消息说，等会儿可能带王局过来坐坐。苏晴，你们今天运气不错，穆先生不是创业吗？等会儿正好让蒋浩帮忙介绍介绍。不用麻烦。这有什么麻烦的？老同学嘛，能帮肯定要帮。再说了，创业初期最缺的就是贵人。穆先生具体做什么？开了个饭店。饭店，餐饮啊，那是真辛苦。确实，饭店不好干，起早贪黑，还得天天守着。现在房租、人工、食材都贵，稍微不注意就白忙活。穆先生做的是哪种饭店？家常菜、火锅还是小炒？私厨。私厨啊，名字听着倒是比小饭店高级一点。现在很多店都爱这么叫，包装一下，客单价也能高点。不过说到底还是餐饮，忙起来脚不沾地，闲下来又怕没客人。说是自己当老板，其实很多时候就是自己给自己打工。其实餐饮做好了也挺赚钱的。县城就这么大，高端客人也就那么些，不是谁挂个私厨牌子就真能进那个圈。蒋浩，你说话别这么直，人家穆先生好歹也是自己创业，你别介意啊。蒋浩这个人就是实在，看到你带男朋友来是真心替你们考虑。这个事情就不麻烦你了。怎么会麻烦呢？咱们都是同学，相互帮助是应该的。这样吧，穆先生，你要是真觉得饭店不好做，回头可以来我家看看。我家工程和建材这块最近也缺人，活不复杂，平时跟车、订料，偶尔去工地签个单，人不用太懂行，踏实就行。你既然能开饭店，肯定是能吃苦的人，我就喜欢能吃苦的。那些坐办公室的活你未必适应，先从现场跟料做起，1个月我给你开12000。人家穆先生今天是来吃饭的，你怎么还现场安排起工作了？我觉得做饭店挺好的，辛苦是辛苦一点，但只要是他想做的，我都觉得挺好。行，有想法是好事，不过想法归想法，现实归现实，县城做事没人带，走不远。等会儿我爸要是真带王局过来，穆先生要是愿意，我可以帮你提一句。当然，王局这种人平时忙，能不能搭上线还得看机会。就不劳驾蒋先生了，毕竟真能说上话的人，应该用不着看机会。穆先生挺有性格，不过男人嘛，他要面子也不好。有些台阶别人愿意递，就该接着，不然等以后真需要人帮忙的时候，再开口就不好看了。喝茶。我爸到了。叔叔到了，王局也一起吗？没错。真来啊？那可得敬一杯。张倩，你这男朋友可以啊。来了。穆言，爸，王局，这就是我儿子蒋浩。王局长好，早就听我爸提过你，今天总算见到你了。年轻人不错，一表人才。这小子还年轻，以后还得多向王局学习。年轻人肯干就是好事儿。真是王局啊！蒋浩家里关系真硬，这可不是一般人能请来的。大家别拘束，我就是跟蒋总路过来看一眼。你们同学聚会，该吃，该聊聊，不用管我。对，王局就是过来坐坐，大家不用紧张。王局，今天都是我们同学，大家刚毕业没几年，正在各行各业奋斗。您要是不介意，给我们这些年轻人说两句。
蒋浩，别乱来！爸，我这不是觉得机会难得吗？王局平时那么忙，大家能听您说两句也是长见识。是啊，王局，我们这些年轻人平时想见你一面都难。那好，那我就简单讲两句。先坐下吧，就这么站着也不是事儿。王局你请。穆先生，王局长来了，大家都站起来打招呼。你坐着不动，是不是有点不太合适？蒋浩，这人是你的同学？不是爸，这位穆先生是苏晴的男朋友。牧野，我说这2天想找你，电话还没打过去，没想到在这儿碰上了。这是怎么回事？王局长怎么和牧野很熟悉的样子？阿浩，这个牧野是什么来头？我也不知道啊。厂子那边怎么样？我听说已经转起来了。刚起步就能把宏大就业散掉的工人重新收回来，这可不是小事儿。你们可能不知道，广宁这阵子再就业压力很大，尤其是以前鞋厂出来的那批老工人。牧野这边厂子一动，直接给县里解决了不少麻烦。鞋厂？不是饭店吗？他还有厂？人事局刘局上午还跟我说，让我务必帮他约你吃顿饭。他说你这边招人，给他们缓解了不少压力，这事儿办得漂亮。刘局客气了，厂子要开，人总要招。你看说的轻巧，可这种事儿不是谁都能接得住。只要厂子能稳住，后面县里该支持的会继续支持。对了，你怎么会在这里？陪朋友吃个饭。王局长好。朋友？是女朋友吧？姑娘怎么称呼？也是我们县里的吗？王局长，我叫苏晴，在县里的银行上班，您叫我小晴就可以了。小晴啊，那你要多担待一下牧野，他那厂子关系着100多号人的生呼呢，他可不能停下来。我会的。好，蒋总，没想到你还认识牧野啊？这个应该是阿浩认识。其实也不是我认识，是我女朋友张倩认识。我是苏晴的同学。总之就是认识，刚认识。蒋浩人不错，刚才听说我开了个私厨，还想着介绍王局你给我认识。就应该这个样子，你们都是县里的青年才俊，应该相互帮助，多交流交流。王局，我也是想着大家都是年轻人，能帮就帮一下。你还开了个私厨，怎么没听你说过？刚装修好，还没来得及开业。开业的时候不要忘了请我啊！就怕您不来。王局要去他店里吃饭，这哪是普通饭店啊？刚才谁说他进不了那个圈子来着？行，那我就不打扰你们年轻人聚会了。王局，那咱们先过去。走吧。彪哥，人出来了，先跟着，等他一个人的时候再说。明白。今天真解气。这么高兴？当然高兴。张倩以前每次见我都非要比出个高低，结果王局一进来，他话都说不利索了。蒋浩脸色也不太好。他更惨，刚才还一副要给你安排工作的样子，结果王局长一来，直接找你谈场子。对了，你怎么会认识王局长？还有王局说的那个场子，到底怎么回事？饭店是我的，场子不是。场子不是你的？顾明川投的钱，我代他管。顾明川？谁啊？外地来的富二代，家里有点产业，自己想出来做点事。一开始不太靠谱，后来愿意出钱接场子。然后你帮他管？为什么？王局那边一直想盘活广宁的产业，宏大宏毅倒了以后，散了不少老工人，工人没活，县里也有压力。正好顾明川愿意投钱，我就把这条线接过来了。难怪王局对你那么重视。所以你这段时间一直在忙这个？差不多。
叔叔呢？他现在怎么样了？已经从医院回来了，好多了。那就好。到了。刚才在包厢里，王菊说我是你女朋友的时候，你怎么不反驳？你说过。我说过什么？今天我就是你男朋友。不错，你今天表现得很好。谢谢夸奖。下次还找你。随时恭候。路上小心。彪哥，现在就剩他一个，准备动手。我倒要看看这小地方能有什么。下车！下车！小子，我早就说过，别落到我手里。莫言，你别以为我不知道，是你设局，把我妈送进去的。你是赵天明？赵天明？谁是赵天明？我不认识赵天明。别废话了，动手，废了他。安哥，咱们真跟着穆老板干啊？不好吗？倒也不是不好，就是咱们干装修干惯了，突然去厂里干物流仓管，总觉得有点不踏实。你们自己说，装修这行现在什么行情？一年到头没几个大活，有活的时候累死，没活的时候饿死，钱还经常拖。这倒是，牧野那边不一样，厂子转起来了，活稳定，他出手也大方，跟着他不会吃亏。安哥，我看你和穆老板挺熟啊，你们是发小？发小。死对头差不多。死对头？你们知道我年轻时候混过吧？知道啊。他也混过。穆老板看不出来啊，他现在看着挺斯文的。那是你们没见过以前的牧野。那时候的牧野就和他名字一样，是真的野，不是那种嗓门大喜欢吓唬人的野。他不喊也不躲。什么意思？人家打他一次，他站起来；打他2次，他还站起来。打到最后，你以为他该怕了，结果怕的是对面。这么猛？猛。那时候最邪门的就是明明他身上伤最多，可打到最后往往就是他一个人追着一群人跑。真的假的？你们还是不要知道为好。天你们见到他那鬼样，那就祈祷吧。捡起来，这样我才能以正当防卫的名义失手打死你们。你们愣着干什么？上啊！一起上！牧野！救命啊！打人了！赵天明，果然是你。不过自报家门，用武力这种不入流的方式解决，以赵天明这脑子，绝对想不明白是我做的局。这件事背后还有其他人。好，你死了。开业大吉！
小家私厨真开起来了。小野，这是你的店？我开的。开店好，正经营生。听爸的。牧野，你这私厨装修的可以啊，就是这招牌太低调了点儿，不符合我的身份。您只是来吃饭的。王叔，今天开业，你能不能给我点面子？看情况。这地方做的倒是有点意思，比厂里安静。桌椅料子不错，后厨动线也顺，不像你这种人会开的店。周师傅这是夸我，算是。王局，感谢捧场。你开业，我当然要来。再说了，我还等着蹭你这顿饭呢。牧野，这是刘局。刘局你好。牧野啊，今天我可不是空手来的，你那鞋厂帮我们解决了那么多老工人的就业问题，这个花篮必须送。那不是招商局王局长吗？旁边那个好像是人社局刘局。一个私厨开业，怎么来这么多领导？你们不知道吧？这店老板不只是开饭店的。那他干什么的？开厂子的。以前宏大鞋业倒了，散掉一堆老工人，就是他现在又把人招回来了。真的假的？他什么老板？这还能有假？听说王局长都很看重他，人社局那边也承他的人情。我还听说他前几天把赵天明送进去了。赵天明，教育局赵副局长那个儿子？对，就是他。他怎么会跟牧野杠上？还能为什么？女人呗。还有县医院周玉兰不是出事了吗？周玉兰，赵天明他妈。对，外面都传那事儿跟牧野脱不开关系。这人这么狠，狠不狠不知道，反正以后在广宁，没人敢再把他当普通开饭店的了。行了，别都站门口了。今天我是客人，老板总不能让我一直晒着吧？里面请。顾总，赵天明那边已经彻底进去了，彪哥也被带走，短时间内出不来。第一局算他赢，下一局我亲自跟他玩。开车。看什么呢？一辆外地车。外地车怎么了？没怎么。牧野，你还进不进来？来了。王局都坐下了，你这个老板还在外面装什么深沉？